大家好，这里是乐道中医播客。我们今天谈论的主题是营形有度，脉营天序。灵枢50营中的量化生物学。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话题。如果今天我告诉你，你身体里的每一次心跳，还有每一次呼吸，其实都被装上了一个极其精密的，可以说是一个极其精密的计时器和流量计，你会不会觉得挺不可思议的？肯定会，因为大众对中医的刻板印象往往就是感觉比较玄妙，对吧？没错，就是觉得全是些宏大的哲学概念，凭感觉把脉之类的。但我们今天要聊的内容恰恰相反，非常硬核，非常硬核。这其实是一套极具量化生理学色彩的数学模型。咱们这期节目的任务就是要带大家，带你一起去解码这套古老的身体生物钟，看看天体运行的规律究竟是怎么1比1复制到咱们自己体内的。对，要理解这个，我们得先展开一个很宏大的，也就是天人相应的空间模型。怎么个对应法呢？你想啊，古人那时候仰望星空，确立了天上的28星宿，然后他们做了一件极其震撼的事儿，就是把这28星宿的坐标非常精准地对应到了咱们人体内的28脉上，也就是左右手足的12正经，这加起来是24脉。是的，然后再加上任脉、督脉，还有阴跷脉和阳跷脉，正好凑齐28脉，构成一个闭环。没错。但这还不算最惊人的，最惊人的是，古人为这个闭环系统测算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物理长度。物理程度？对，这28脉连起来，古人测量的数据是16丈2尺。16丈2尺，如果换算成现在的度量衡，大概是多少？差不多就是30多米。哇，30多米！你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咱们体内气血运行的一条固定的高铁轨道。这比喻很形象，不过咱们体内有这么长一条30多米的轨道，气血在里面跑，它的动力源到底是什么？总不可能是个永动机吧？动力源其实就是咱们最本能的动作——呼吸。呼吸？对，这就涉及到了刚才说的那个测算引擎了，非常精密。当你呼气的时候，脉搏跳动2次，气血就在这条主干线上往前推进3寸，呼气走3寸。然后你吸气的时候，脉搏再跳动2次，气血又继续往前走3寸。所以，一个完整的呼吸，也就是中医里常说的那个一吸。没错，一吸之间，气血就精准地推进了6寸。这有体力学和动力学的契合度简直太高了。大家现在可以稍微想象一下，闭上眼睛，想象你体内有那么一条30多米长的管道，它根本不需要外界给你插电或者输入什么机械动力，仅仅就靠着你一呼一吸的那个起伏，就在精准的一寸一寸往前推进。是的，极其优雅的一个自动化系统。那顺着这个逻辑算下去，走完这30多米需要多少次呼吸？你算算看，一吸走6寸的话，大概需要270吸，对不对？也就是270次完整的呼吸，气血刚好绕着全身跑完一圈。完全正确，这就是基础的步场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个更宏观也更震撼的数据。大家想一想，你作为一个正常人，每天大概要呼吸多少次？1万多次。对，古人推算正常人一昼夜的呼吸次数是13500次。13500次。那么用这13500次除以跑一圈需要的270次，我算一下啊，13500除以270等于50圈。没错，气血就精准地在身体里跑了整整50圈。这种毫不差池的精准度，其实就是我们健康的底色。这也是50营这个名字的由来。对的，这就是50营的真相。一天24小时，或者说古人讲的100克气血，刚好不多不少，完成50次大循环。这个模型在2000多年前确实堪称完美，但是我们在做今天这期深度探讨的时候，其实也去看了现代时间生物学的研究，对吧？是的，这个非常有必要。特别是自从2017年诺贝尔医学奖颁给了那个昼夜节律的研究之后，现代科学对微循环的认知有了巨大的飞跃。没错，我看资料的时候注意到，现代医学用了非常高端的设备，比如那个同位素示钟技术，还有 fMRI， 也就是功能性磁共振层像技术。这些都是目前最高精尖的观测手段了。他们去观测人体微循环血流灌注的周期，你猜结果是多少？一个完整的周期
大约是28.8分钟。28.8分钟，当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头皮发麻。我们可以把古人的数据拿来换算一下。对，大家听好，我们把一天24小时换算成分钟是1440分钟，然后除以气血运行的这50圈1440除以50，算出来的结果也是绝对的28.8分钟，几乎是分秒不差的重合。这太夸张了。古人仅仅靠着摸脉搏和数呼吸，竟然跟现代动辄几百万、几千万的核磁共振设备测出来的数据一模一样。这绝不是巧合，这恰恰证明了人体微循环灌注确实有其内在的节律。这套隐藏在身体深处的顶级流量监控系统，早就被古人给破解了。真的是顶级流量监控。那既然这个28.8分钟一圈的节律这么重要，我们又该怎么去维持它呢？核心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动力源——呼吸。我们可以继续拆解这个数据。既然一天13500次呼吸是最佳状态，那么你平摊到一天24小时里去，也就是每分钟大概是9.375次。对，核心就是每分钟大概9次到10次。但现实情况是，现代成年人的呼吸频率远远偏离了这个数值。确实，现代人生活节奏太快了，大家经常处于急促和焦虑当中，普通的静息呼吸率可能都在每分钟12次到20次之间了，甚至更高。但非常有意思的是，现代自主神经相关的研究表明，当人体处在一个最佳的共振状态下，最优的静息呼吸率恰好就是每分钟6到10次。6到10次，最甜的那个点正好包容了古人推算的9.375次。是的，这里我们得引入一个很关键的医学原理，叫做呼吸性窦性心律不齐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RSA。听着像个病啊，窦性心律不齐。哈哈，其实不是，这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天然机制。你要把呼吸看作是一个天然的血泵。当你尽情深慢呼吸的时候，你能有效激活迷走神经，从而重塑你的心率变异性。心率变异性，也就是这2年特别火的那个指标 HRV， 对吧？完全正确。HRV 不仅是老中医把脉时指尖感受到的那种生命律动，它更是现代医学用来预测心脏健康、评估一个人抗压能力的最核心指标。懂了，如果呼吸太快，这个律动就乱了。节律一旦乱了，气血运行就彻底失控。临床上这种例子太多了，比如之前提到过的这个典型案例。哦，对，那个长期失眠、焦虑还伴随着高血压的患者。那个患者的情况非常危急，他当时在静息状态下的呼吸频率竟然达到了每分钟18次。每分钟18次，那这气血跑起来就完全违背了50营那个从容的28.8分钟一圈的节律了吧？已经不是从容了，那是气血在30多米的轨道上狂奔，迷走神经张力极其低下，血压怎么可能下得来？那后来怎么处理的呢？总不能硬把血压往下压吧？中医讲究调本，当时就是通过针刺太冲穴和内关穴，加上特定的调息方法，直接把他的呼吸频率硬生生地拉回到了每分钟9到10次，强行拉回天道节律。对，结果非常有说服力。仅仅过了1个多月，他的血压问题就显著改善了。这个案例太有说服力了。既然呼吸节律这么重要，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把这个健康的底色交到大家手里。我们可以现场来试一下。好的，现在请大家，不管你在坐着还是躺着，闭上眼，跟我一起做个小实验。放松你的肩膀，把双手交叠放在你的肚脐上，中医叫神阙穴。准备好。好，我们吸气，1、2、3，感受腹部隆起；呼气，1、2、3、4，感受腹部下陷。对，保持这个节奏。我们再来一次，吸气，1、2、3，呼气，1、2、3、4，非常棒。这就是让你的气血回归天道节律的频率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共振调息法，很简单，一吸3秒，一呼4秒。这么简单的动作，一天需要做多久呢？每天只要抽出5分钟来练，就5分钟。对，这5分钟的意义极大，它相当于你完美的、极其平稳的护送体内的气血，完成了整整1/5圈的循环。哇，1/5圈，每天给身体来一次高质量的缓冲。是的，那除了用呼吸来调，
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自测一下，看看体内的这个50营跑得顺不顺呢？有的，古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可以说是最简便的家庭体检中心啊，是什么？晨起脉搏自检术。听起来门槛极低呀，具体怎么操作？核心标准就一句话：50动而不宜怠者，五脏皆受气。大家注意听啊，重点来了。每天早晨你醒过来的时候，先别急着下床，就平躺在床上，用你右手的食指、中指和无名指轻轻搭在左手手腕绕动脉的地方，就是中医说的寸口脉，大拇指根部往下一点的位置。对，你就安安静静地数自己脉搏跳动的次数。如果你连续数了50下，这脉搏跳得非常均匀有力，中间没有出现任何一次停跳或者漏跳，那就说明合格了。不光是合格，这说明你五脏精气非常充足，气舍在那30多米的干线上跑得极其畅通，50营转完美。那万一，我说万一呀，我数到30多下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心跳好像空了一拍，就是那种漏跳的感觉，这在中医里是不是叫带脉？没错，这就是带脉。如果出现带脉，你要高度警惕了。古人对这种情况有一个专门的词，叫做狂生。狂生，狂妄的狂，生存的生。对，这个词儿听着有点吓人，但它非常准确。意思是，虽然你表面上看着还在正常生活，似乎活得很健康，但这其实是在透支你的生命底色，属于内脏精气衰败的一种预警。表面光鲜，内部已经开始停工了，也就是随时可能崩盘，对吗？那万一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一测，真发现了漏跳，发现自己节律乱了，这时候该怎么办？第一步也是最核心的应对策略，4个字儿：绝不熬夜。这是底线了。晚上11点前必须让自己入睡。你要知道，子时是营卫之气交接的关键期，你如果一直熬夜，那是在强行打破昼夜节律的根基。确实，连系统都不让它重启，还指望它白天能跑满50圈。其次呢，日常3餐吃完后，最好能静坐10分钟，不要马上站起来干活或者走路。对，如果是晚上睡前，你可以按揉一下内关穴，内关能调心率，平复自主神经的异常波动，还可以按揉足三里，化生营气，大概按揉个3到5分钟就足够了。睡前按内关和足三里。那白天如果因为工作情绪特别焦虑呢？焦虑的时候就去按揉脚背上的太冲穴，把肝火平下去。太实用了。聊到这里，我对古人在50营篇末写下的那句话突然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拨开所有的哲学外衣，看到底层的量化数据后，你的语气里会带有一种深深的敬畏感。是的，你会明白，长寿它真的不是靠你去吃多昂贵的补品，或者用什么激进的手段去强行干预身体。长寿的秘诀仅仅是让你身体里这条30多米长的管道上，气血的奔流能够与宇宙星辰的起落保持在同一个频道上，同频共振。没错，你掌握了呼吸和脉搏的节奏，其实就握住了长寿的钥匙。顺应天道，才能生生不息。所以节目的最后，我想留给大家一个意犹未尽的念头。大家可以仔细想想。你仔细想想咱们今天聊到的这些数字，你的每一次呼吸都在推动气血极其准确的前行6寸。6寸。那么，当你在高压的工作状态下，不自觉地屏住呼吸，或者在极度焦虑的情绪中大口大口地喘气的时候，呼吸节律旋乱了，你是不是正在自己体内那条原本通畅的30多米的单行道上，人为地制造着一场又一场的交通大拥堵呢？这确实是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。从今天起，别再让你的气血堵车了。这里是乐道中医，每次聆听都是一次疗愈。下期我们再慢慢聊，再见。